东西我没有办法马上录，所以就是现在用这个影片来为大家解说一下。9月7号礼拜六，原本是我们原定要搭中午12点55分韩亚航空飞往首尔的班机，然后我们会在首尔长时间等待17个小时，隔天再飞到伊斯坦堡。那刚刚好就是那几天领台风来了，刚刚好就是直扑韩国，所以呢，我们原本12点55分的班机就一直 delay 到3点半左右才准备登机。那飞到韩国大概2个小时，所以到当地也已经要就是差不多领完行李就已经晚上8点多了。我已经预计到会有台风可能会影响的，所以我就有跟那个一开始有先跟青年旅馆问说，可不可以办就是退费，因为可能台风会影响。那当初他们是跟我说没有办法退费，那所以我就不了了之了，因为我觉得没办法退费，那就算了。那我也没有要取消订房，因为我现在还不确定到底会不会成行。所以在 Booking.com 上我是有订房记录的，但是呢，到了机场，一开始航空公司是说飞机 delay 大概半个小时，所以我马上传讯息说我会晚半个小时到青年旅馆，他们也说 OK。但后来呢，因为台风的关系，机场地勤有广播说我们还不确定会 delay 到什么时候，所以呢，我又传讯息跟青年旅馆说，因为有 delay 的关系，所以我也不确定我自己什么时候会到。然后我就上飞机了，这样，后来就准备登机，那我也就没有再跟青年旅馆联络。那接下来就是悲剧的开始。第一个，我订的住宿是在仁川机场附近的一个站，叫温守站云溪站附近的一个算青年旅馆。那它那一间是附有私人浴室的，然后是双人床，一个晚上2个人大概2万韩币左右。那一间饭店那间青旅就是只能付现。那我原本也计划没有在韩国花多少钱，就除了住宿以外，那额外就是用刷卡就可以解决了。所以呢，我就只带了2万块韩币的现金，就是又付那个住宿。那到了当地，从机场搭 Airix 必须要买票嘛，所以我有在 Klook 上面订了那个 T Money， 就是他们的类似他们的悠游卡这样。但我就是没有看到他晚上8点柜台就会关门，所以我是订机场取货嘛，他晚上8点关门。我到了机场要取货的时候，刚刚好8点10分，就差10分钟，所以呢，我又去买那个交通卡，去他们的便利商店买交通卡，然后再用韩币储值，然后身上也没有韩币了，所以呢，我又再换韩币。那第2个问题是，我要去搭Airix， 就是机场快一线的时候，我收到了青年旅馆传来的讯息，那个员工跟我说，因为他们出了一点排水问题，有些房间就是不能使用，问我能不能换到那种就是上下铺那种要跟人家共用的房间。那我就说好，请问就是价钱是一样的吗？他说要变成3万韩币。那像我刚刚说的，他们只能付现，而且我只带2万韩币，所以我就说，就是这是你们的问题，你们要负责。那个青旅的经理就呈现一个你不住，那我也没办法，我就只好取消你的订房啊，我也不跟你收钱的这种态度。所以我们当下也就没送啊，那就不要住嘛，反正你也不收钱，那我就自己再另外找一间住宿。所以我们后来又去另外一个青年旅馆住了这样。2000 years later， 经过一番折腾，我们终于要去土耳其了。
这边都是火山爆发之后天然形成的火山岩堆积而成的，像山洞一样的地方。然后大概在西元4世纪的时候，就有人在这边，然后他们把这边当成是一个类似神学院的地方，就是负责教导学子东正教。然后呢，这边有很多的山洞，他们会把它用成小小的礼拜堂或者是餐厅、厨房这样。那我们就要进去看其中一个。Number 1 冰淇淋 Yoshi Hoja Kinnabeyo Babu Babu Taiwan Number 1 冰淇淋。马内仙人烟囱，这里呢以前是湖，然后经过了2次的火山爆发，这些火山灰跟湖水的矿物质就结合在一起，沉到了湖水的底下。然后之后呢，湖水蒸发了，这些矿物质形成的这些石头就浮出来了，然后经过风雨的冲刷，就形成了这些尖尖的奇特的形状。